很多人可能已经刷到过这样一条新闻：2025年中国全年的用电量达到了10.4万亿度，听起来好像没什么，对吧？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呢，这不是一个能源新闻而是一个时代信号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中国2025年用电量超过10万度意味着什么。一说用电量创新高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不是用电的人多了？是不是大家空调、电灯用的多了？我直接告诉大家这两个判断基本都是错的。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对比来看如果我们把欧盟、日本、印度、朝鲜这4个经济体的用电量加在一起，都还不到10万亿度。但是这4个地方的人口呢，加在一起呢是明显多于中国的，所以呢，不是人口，不是生活用电，那么电到底是谁用的？用哪儿去了呢？用电量10.4万亿度，说明不是用的多，而是用的不一样了。这部分电呢，主要是工业用途。普通居民用电灯泡空调这些东西不会在1年之内把用电结构推到一个新台阶。真正消耗电力的是下面这些品类：第一，芯片工厂，晶圆制造是出了名的电老虎；第二呢是数据中心和算力。你现在刷的每一个视频，跑的每一个模型，背后呢都是服务器在不停的用电。第三呢就是 AI 训练模型。要知道大模型不是写出来的，而是算出来的。第四呢是新能源车和工业自动化。新能源不只是在造车，其实呢，他们是在制造一整套高度电气化的工业体系。所以我们会发现，电呢正在被系统化的转化为生产力。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形容我们现在的这个阶段，我会这样说我们不是在多用了电，而是我们正在把电变成智能，变成工业能力，变成未来。那这背后其实反映的是一次非常深刻的变化，就是我们在从讲求金融效率转向了讲求工程能力，从资本驱动转向了能源加技术驱动，从算账转向了算力。很多人还在用老眼光去理解国家之间的竞争，谁的金融市场更成熟，谁的资本效率更高。但是现实其实正在悄悄地换题目，这一轮比的是3件事儿。第一，谁能稳定的调动能源；第二，谁能长期承载高耗能系统；第三，谁能把电持续的转化为能力而不是泡沫。那这是一道工业加科技加能源的综合题。有些人喜欢引用马斯克的那句话，说未来谁能调动最大的可支配能源，谁就拥有最大的竞争优势。这句话呢，只是把一个现实给点明了。没有能源 ，AI 只是 PPT；没有电呢，算力只是概念。所以，如果你问我中国用电量突破了10万亿度意味着什么，我会给你一个非常朴素的答案。这说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把电变成真正的生产力，变成智能，变成未来的阶段。而这个阶段呢，才刚刚开始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